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台湾房市中最可能发生房价崩盘的10大行政区。也许你听过一句话，量先价行，意思是说，当市场上供给的房屋数量开始大幅增加，卖压沉重时，价格的转折往往随之而来。近年来，台湾房市表面上热络，房价屡创新高，但在看不见的角落里，其实正埋伏着大量空屋与待售余屋。这些没有人住的房子，就像一颗颗计时炸弹，潜伏在各大都市和新兴重划区中。一旦经济风向逆转，买气骤减，这些地方的房价最有可能出现剧烈的松动，甚至引发骨牌效应般的泡沫破灭。今天我们就依照崩盘风险高低，盘点出全台房价崩盘几率最高的10大行政区，深入剖析每一个上榜地区背后的故事与隐忧。首先要有一个概念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全台住房空置数量逼近100万户，创下15年来新高纪录。换句话说，每10户房子就有将近1户是空着没人住的。而在这庞大的空屋当中，又有超过11万户是新成屋待售，也就是盖好后迟迟卖不掉的新房子。这些房子多集中在少数区域，使得某些行政区的供给炸弹特别惊人。曾几何时，林口、三峡、淡水被戏称为林三淡，因为这3个地区长期空屋率高，屋村萧条，仿佛一座座鬼城。然而风水轮流转，经过多年的消化，林三淡中的淡水区新建空屋数终于逐渐下降，在近期统计中甚至首度跌出空屋排行的前10名。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近年来快速冒起的新兴重划区，那些过去几年因为炒作和建设热潮而大量推出预售屋的地方，现在随着房市转趋观望，这些区域的房屋开始滞销，压力与日俱增。我们的排行榜正是聚焦在这些风险新区，它们遍布北中南3地，有的曾经被视为黄金地段，有的则是近年来才刚崛起的蛋白区、重划区，但如今都面临着相似的隐忧。住宅供给量远高于实际需求，一旦景气反转，买盘退潮，房价极可能应声下跌。接下来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，一路倒数揭晓这些高风险地区，看看是哪些因素让他们登上这份榜单。第10名，高雄市楠梓区。也许很多人没想到，高雄也会有行政区入榜房价崩盘风险 Top 10，但楠梓区正是一个意外又合理的名字。楠梓过去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传统工业与住宅混合区，属于高雄市的蛋白地带。然而近年来，高雄房市搭上全国房价上涨的列车，楠梓区也出现不少新建案推案。随着中油旧炼油厂区转型、产业园区开发以及捷运红线的延伸效应，建商们对楠梓的未来发展趋势相当看好，大量购地新建住宅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高雄的人口虽多，但长期以来购屋需求主要集中在市中心与生活机能完善的区域。楠梓区的新增供给一下子涌现数千户，却缺乏足够的新人口一路支撑。根据最近的统计，楠梓区待售的新成屋数量约有2000户以上，排名全国第10。试想这意味着什么？白天看似气派的新大楼，到了夜晚却有大半窗户黑漆漆，毫无灯火，仿佛一座空城。当初买下这些预售屋的投资客，如今有些人可能正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，卖也卖不掉，继续持有，每月还要缴贷款。一旦高雄房市再有风吹草动，楠梓区这些挂在半空中的房子价格很可能会率先出现松动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如果利率攀升或银行紧缩银根，资金压力大的持有者恐怕只好砍价求售，甚至不惜断头杀出。对楠梓而言，过去几年房价一路从每坪不到2字头涨到3字头，有些新案甚至挑战4字头，每坪40万以上。这对在地自住客而言负担不小。一旦房价开始下修，购买力本就有限的当地买家更会却步观望，导致恶性循环。因此，楠梓区可说是高雄房市中潜藏的一颗风险地雷，在繁华假象下，其实孕育着泡沫破裂的可能。第9名，新北市新庄区。新庄区是大台北地区近年来发展颇受瞩目的区域之一。20年前的新庄以传统住宅区与工业区为主，人们印象中它房子老旧，人口稠密。
但随着捷运泸州线、机场捷运线陆续通车，加上新庄副都心的开发，新庄这几年脱胎换骨般冒出许多新大楼，吸引不少首购族和年轻家庭。然而，也正是因为大规模的重划与建案涌现，新庄开始面临供给过剩的隐忧，特别是在新庄副都心一带。过去几年，建商争相推出商办与住宅预售案，高峰时期一度出现人龙排队抢购、红单炒作的疯狂场景。可是，房子盖好交屋后，才发现真正入住的人远没有预期那么多。有些大楼亮丽的外观下，实际入住率令人失望。白天看似有人进出，夜晚却只有零星灯火点缀其中。新庄区目前统计约有2000户左右的新成屋仍在待售，位居全台第9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，一部分是生活机能跟不上。新庄副都心虽然规划了行政中心和大型百货，但整体生活圈还在发展阶段，周边许多空地尚未完全利用，学校、医院等资源相对不足。一部分则是因为房价涨幅过快。过去新庄单价相对台北市便宜，但经过近年的炒作，如今不少新案开价直逼台北蛋白区，一般工薪阶级对此却不。投资客退场后，自住买家对高价的新庄房子兴趣缺，于是出现滞销。更麻烦的是，新庄区的二手市场近期也出现价格松动迹象，一些屋龄5年内的准新屋挂牌价格比前2年高峰时期明显下降，甚至出现某些屋主愿意以双低于市场行情、低于买入成本价格求售的案例。如果未来经济环境不佳，新房贷政策再趋紧，新庄这颗泡泡可能会加速漏气，房价下修幅度恐将扩大。第8名，高雄市凤山区。再把焦点拉回南台湾，这次是高雄的凤山区。凤山是高雄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之一，也是高雄的重要副城市中心。由于近年来高雄市政府大力发展双核心，其中一个核心就在凤山，许多市府单位迁入，带来就业人口，加上捷运黄线计划通过等利多，凤山区的房市一度热络非常，建商们蜂拥而至，在凤山各处推出大型社区建案，从透天到高楼大厦，产品琳琅满目，房价也水涨船高，一改过去凤山房价相对亲民的形象。然而快速推案的背后，隐藏的问题逐渐浮现。凤山的房屋供给远超过本地自住需求。凤山虽然人口多，但其中相当比例是既有居民对新建案的接受度有限，而外来买盘大多属于投资或高雄市其他区换屋而来，不是真正在此长久居住的人口。当这些建案陆续完工交屋后，出现许多空屋滞销的现象。统计显示，凤山区目前约有2000余户的新成屋还躺在卖方手上没卖出去，排名全台第8。走在凤山新的重划区里，可以看到一栋栋新大楼已经落成，但白天售楼中心大门紧闭，只有门口偶尔贴出的特价释出，最后0户字样揭示着卖压。当地仲介私下透露，有些建案其实销售率不足50%，开发商因资金压力开始愿意洽谈议价，个别释出比原价低上数成的优惠价来找买主。如果连凤山这个生活机能不错、有人口基础的区域都出现去化不良，那么一旦景气反转，高雄房市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届时凤山的房价可能首当其冲下调。最近意气风发，买在高点的投资客很可能面临账面亏损，甚至被迫杀出磁场的窘境。第7名，新北市三重区。三重向来是双北地区一个特殊的存在，人口密集，住宅林立，但过去多以老旧公寓和密集的透天厝为主，房价水平也相对亲民。然而近年来板桥与新庄房价高涨，一河之隔的三重开始受到青睐，加上捷运环状线通过此地以及重新开发的机会，三重也迎来新建案潮。特别是在三重与新庄交界的重划区，还有临近新北环状线站点的地区，盖起一栋栋现代感的大楼。某些建案打着捷运宅、水岸第一排的招牌，以接近板桥、新庄的价格出售，试图吸引年轻族群和投资者。然而，三重的发展有其天花板，区内长久以来公共建设不足，绿地狭少，环境拥挤嘈杂，
这些问题不是几个新建案就能改变的。一开始投资客凭借低单价优势涌入炒作，把三重某些区块预售案的价格推到每坪30多万，与板桥差距缩小。但当房市进入盘整期，真正要交屋了，三重的居住品质短板却浮现。许多原本雄心勃勃想转手获利的投资客发现接手的人没那么多，本地自住客斤斤计较生活便利性与总价，外地买家则宁可选更有发展性的区域，导致三重区不少新屋陷入有价无市的境地。截至近期，三重区待售的新成屋数量大概在2200户以上，居全台第7名。一位三重在地房仲感叹，以前三重是嫌弃房子老旧不好卖，现在倒好，新房子一堆，反而更不好卖。事实上，当三重的新大楼开价直逼板桥时，大多数人会想，与其买三重的新房，不如干脆加点钱去买板桥，或者退而求其次买更便宜的新庄。这样的心态让三重的新建案销售雪上加霜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如果未来1年景气持续低迷，房贷利率走高，三重区的新屋势必要调整价格来找到出路。这调整的过程对当初高价进场者而言无疑是种伤痛，但对实际居住需求者来说，也许是重新进场的好机会，前提是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区域依旧拥挤的生活环境。第6名，高雄市三民区。高雄再次出现在榜单上，而且这次是鼎鼎大名的三民区。对高雄人而言，三民区是个老城区，幅员广大，人口众多，涵盖从高雄车站周边一路延伸到靠近楠梓的地带。这里有传统市区的热闹，也有偏远郊区的安静，可谓高雄的一个缩影。过去高雄房市长期低迷时，三民区的房价亲民，房屋供应以中古屋为主，新建案并不多。然而，随着高雄近年来经济起飞，房地产转热，连三民区也开始冒出不少新大楼，特别是在高雄车站周边改建计划、铁路地下化完成后的沿线，以及靠近捷运站的区域，开发商陆续推出住宅大楼，宣称要带动老城区的更新。在三民区偏北的地方，靠近楠梓、左营一带，也有产业园区及新的建案插旗。然而，三民区终究不是高雄最新潮的地方，购屋客对它的期待有限。结果，在推案量增加的这2-3年里，三民区的供给吸收速度明显赶不上节奏，累积了相当可观的待售余屋。现在估计三民区有2300户以上的新成屋仍在市场上寻找买家，让它成为全国第6大卖压区。比较讽刺的是，高雄地区现在新屋卖压最大的2个区，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新兴区域楠梓，另一个却是像三民这样的老牌市区。这意味着房市的供需失衡已经不仅仅出现在郊区，连市中心的老城翻新都面临挑战。三民区许多新建案开发时以改善居住品质为诉求，但等房子盖好，房价却往往达到每坪30多万，这对原本住在这区的居民来说负担太重。不少三民区在地人干脆选择持有既有老房，不去碰那些昂贵的新成屋，而外区的年轻人又嫌弃这里的环境比不上新的重划区优质，于是三民区的新房进退失据。未来1年，如果高雄房市进一步转冷，我们可能会看到三民区的新屋价格出现调整，开发商与屋主们开始愿意降价求售。高雄作为南台湾的经济重镇，房价松动的骨牌若从三民这种核心区域开始倒下，其连锁效应绝不可小觑，这将深深动摇买家的信心，进而影响邻近其他区域的市场预期。第5名，新北市板桥区。或许很多人感到惊讶，板桥也在这份高风险榜单中，而且名列前茅。毕竟板桥是新北市的行政中心和精华地段，一向以房市稳健著称，人口稠密，交通方便，商业机能强，人们普遍认为板桥的房子抗跌性高。然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当这几年的建设热潮一涌进板桥，还是让它出现了局部供过于求的情况。特别是在板桥区的江翠北侧众华区，这几年可谓高楼林立，一片新建声。江翠北侧众华区曾经是板桥少有的大面积开发土地，吸引许多建商插旗，一时间
什么水岸第一排、新版特区 2.0 等行销口号满天飞。预售案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在2020年前后，资金泛滥、房市狂热的阶段，江翠区的预售屋一推出，常常销售火爆，甚至传出有人为了买到好户，别通宵排队的盛况。可是当风潮过后，大量新房陆续于2022年至2024年间完工，问题也来了。板桥虽好，但不是每个买房的人都愿意支付高价住进新板桥的边缘地带。江翠从华区虽然有新公园、新道路，环境比旧板桥宽敞，但生活机能一时半刻跟不上。传统板桥的热闹在府中，在车站，江翠一带相对清幽，商家不多，生活机能还在发展。结果就是先前投资买进预售的客户，有一部分在交屋后发现转手不易，租金报酬也低，只好闷着持有或开始降价求售。根据统计，板桥区目前约有3000多户新成屋在市场上待售，这个数量居然比多数县市整个城市的余屋还多。单单板桥一区的待售新屋就逼近全台总量的 3%， 凸显了卖压的惊人程度。虽然板桥房价目前看似尚能维持小幅震荡，但未明显下跌，这多半要归功于其优越的地段优势，自住需求相对稳定。不过房价有撑，不代表高枕无忧。未来如果全国房市真的进入下行周期，板桥这些库存房源可能会成为隐忧。一旦部分建商或投资屋主率先撑不住，开出降价的破盘，其他持有者就会跟进，造成价格松动扩大。对年轻世代而言，或许他们将终于有机会在板桥找到稍微亲民一点的房价，但对高点进场的人来说，那将是一段难熬的阵痛期。第4名，桃园市桃园区。桃园市在这份榜单中可说是重灾区之一，连续3个行政区占据了前几名的位置，而排行第4的桃园区就是桃园市的核心区域。桃园区以往俗称桃园市区，是桃园市政府所在地，产业、商业密集，人口持续成长。过去10年，桃园人口净迁入数全台第一，大量年轻人与新住民涌入，使桃园的住房需求居高不下。然而伴随而来的是几乎失控的建设热潮。桃园市早在升格直辖市前，就已经有相当多重划区计划，升格后基建预算增加，更是加速推动都市扩张。桃园区作为首善之区，除了原有市区更新外，附近的中路、中华区、机场捷运、沿线等地都变成预售屋的战场。从2字头每坪20多万到3字头，再到如今某些案子喊出每坪40万以上，桃园市区新屋价格翻了又翻。然而疯狂之后总有寂静，如今桃园区正面临消化不良，盖好的新房子卖不完，甚至部分已售出的预售屋在交屋前就遭遇买方违约抛售。市场上出现不少银单、转让单，在求寻接手人。据统计，桃园区目前约有3300到3400户的新成屋供给正在待价而沽，使其成为全国待售量第4高的行政区。桃园人开始发现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屋，有些社区入住率很低，晚上整栋楼黑一半，有些新交付的大楼，社区管理委员会迟迟无法成立，因为根本凑不齐足够的住户人数。这些现象无不透露出警讯供给远超需求，房价恐有压力。事实上，桃园的房价在2023年后已明显进入高原期，买卖移转栋数大幅萎缩，价量背离。有经验的投资客已经听到了风声，开始抽离桃园市场。若干新屋代销也私下表示，以前开案强调涨，现在得开始酝酿稳甚至降的说辞了。桃园区的未来走势可以说牵动着全桃园市甚至全北台湾房市信心。如果连人口持续增加，产业发达的桃园市区房价都守不住，跌势一开，桃园其他更边缘的重划区将更加危险。第3名，桃园市中坜区，同样位在桃园的中坜区排名更进一步，成为全台崩盘几率第3高的行政区。中坜的上榜一点也不意外，它的情况与桃园区颇为类似，但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。中坜是桃园人口第2多的区域，
有自己的繁华市中心，同时也囊括了广大的郊区与农地。近年来，中立房市的爆发主要归功于2个字：青埔。青埔从华区位于中立区内，靠近高铁桃园站和机场捷运 A18 站，是桃园市野心勃勃发展的航空城计划核心区域之一。10年前的青埔还是一片荒凉的农田，如今已经高楼林立，巨蛋体育馆、华泰名品城 Outlet、机场捷运站，让这里看起来充满未来城市的雏形。大量的购地与推案在青埔展开，吸引了全台各地的投资客与自产族蜂拥而至，一时之间，青埔房价翻了几倍，成为全国瞩目的炒房热点。然而，热潮过后，青埔暴露出一个关键问题：人口成长赶不上房屋成长。许多买了青埔预售屋的人，原本并没有打算自住，只想等涨了转卖。而真正愿意搬来青埔常住的家庭，其实还在观望，究竟这里会不会发展成预期中的繁荣新市镇？截至目前，青埔的商业与就业机会仍嫌不足。除了 Outlet 商场周末人潮汹涌，平日小区周边相对冷清，学校、医院等公共设施也在追赶中。于是，青埔大量的新屋交付之后，发生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：许多社区入住率偏低，晚上放眼望去，高楼间黑灯空户极多，有些建案甚至传出交屋1年了，只卖出不到一半单位的消息。整个中立区统计下来，目前约有3800多户新成屋待售，几乎追平了全台最严重的2个区。这还不包括未来2-3年内青埔以及中立其他重划区，例如内壢、中路等陆续会完工的新房供给，洪峰才刚开始。假如未来航空城计划的产业与人口引进不及预期，这些房子很可能沦为航空蚊子馆，有设施无人气。中立的房价在前2年飙高后，近期已有松动征兆。实价登录显示，2024年青埔一带的新屋成交价相比前1年高点略有下滑，一些投资客急售还出现小幅亏损。这或许只是序曲，当库存积压越来越多，价格调整的压力就会与日俱增。中立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一座新兴城市从炒作热点到可能的泡沫破裂，往往距离并不遥远。第2名，台中市北屯区。北屯区是中部房市的代表，此次高居风险榜的第2名，仅次于我们稍后要介绍的第1名。台中近10年来在全台房地产版图中地位直线上升，甚至一度有宇宙中心在台中的调侃说法。这源自台中市积极扩张城市规模，推出一个又一个大型重划区，其中北屯区便包含了第14期市地重划区等重头戏，是台中开发的主战场之一。北屯原本是台中的郊区，随着都市界限外推，如今已成新市镇中心以外另一个高级住宅区聚落。宽阔的路幅、整齐的都市设计，再加上几座大型购物中心的进驻，让北屯新区看起来前途无量。在房市过热的那几年，全台资金云集台中，北屯的新案动辄开出媲美台北部分区域的单价，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买进，认为北屯的房子还有很大升值空间。然而，在这美好的憧憬背后，供需的铁律并未停止作用。北屯区因为重划区面积广、建蔽率高，高楼一栋接一栋冒出，带来海量的住宅供给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目前北屯区未售出的新成屋数量高达4000户以上，是全台仅次于第1名的区域。这些待售余屋像一座座未爆弹压在市场上，也压出了台中房市近来的异样迹象。台中是6都中少数房价已经出现明显下修的城市，尤其北屯首当其冲。资料显示，北屯新屋的平均房价已较去年同期下跌约 7%， 是少数房价年跌幅达到这个程度的都会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去年你花1000万在北屯买的新房，按照现在行情，可能只能卖到大约930万，账面已蒸发掉70万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平均数，有的个案跌幅更大，尤其那些开价过高的豪华建案，更是面临几乎有价无市的境地。北屯的居住需求并非不存在，但目前看来，买方市场正在形成，选择众多，溢价空间变大。台中当地仲介指出，买方现在常常一看房子就问可以杀多少，
去年某某案已经有降价 XX1 成交了，可见市场预期已逆转。为何北屯房市降温最快？原因正如钱数量太大，本地刚性需求就那么多，但2-3年内涌现的供给远超这个数字。大量外地投资客又因为政策打炒房退场，如今只剩房子留在那里和少数接手者角力。若整体景气继续下滑，不排除北屯的建商会带头砍价求售，以回笼资金。一旦价格松动明朗化，可能引发骨牌效应，迫使更多人不得不降价出售。届时北屯的房价曲线恐怕会呈现明显向下弧线，这对曾经冠冕堂皇号称宇宙中心的台中房市来说是一个警讯，狂飙之后终究要回归基本面，向供需妥协。第一名，桃园市龟山区，终于来到我们榜单的第一名，一个连续数年高居全台余屋冠军宝座的地方——龟山区。龟山位于桃园市的北端，紧邻新北市林口与泰山，原本多为乡间与工业区，但却因一个重大开发计划而声名大噪，那就是 A7 重划区。所谓 A7 是机场捷运线上第 A7 站的代号，位在龟山境内。几年前政府推出桃园航空城计划，其中机捷 A7 站周边规划为新兴住宅区，再加上邻近有大型医院、学校用地，用意在于打造一个结合交通与生活机能的新市镇。对许多无法负担台北天价房的年轻族群来说， A7 重划区画了一个美丽的梦，坐拥机场捷运，半小时可达台北，又有新兴重划的宽敞环境，重点是房价当时仅每坪2字头起跳，实在诱人。于是自2015年前后开始，各大建商品牌纷纷进驻龟山 A7 推案，一时间遍地开花，预售广告冲刺，投资客也闻风而至，大举囤房，红单转售，把 A7 的地价和房价炒得火热。在最疯狂的时候， A7 预售屋甚至出现一日完销、价单夜涨的传奇。然而狂热之中埋下的伏笔，如今正在发酵。随着一栋栋大楼落成，龟山区的空屋数量扶摇直上。根据最新的数据，龟山区待售的新成屋数接近5000户，几乎与整个台北市的新成屋库存量相当。要知道，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，逾250万人口，而小小龟山区人口不到15万，却背负了如此庞大的余屋，可见供需失衡到什么程度。白天走在 A7 重划区宽阔却人烟稀少的街道，你可能难以想象这里曾经万人争抢买房，夜晚登高远眺，大片漆黑的窗户无声地诉说着现实。这里许多楼宇尚未有人居住。龟山 A7 的房价在炒作下从每坪20多万涨到如今40万上下，几乎翻倍。但随着政府打炒房第7波政策落地，包含提高房贷成数限制、囤房税可能上路，以及平均地权条例修正禁止预售屋炒作等措施，这类纯投资导向的新区域首当其冲。投机客惊觉游戏结束，纷纷想脱身，而自住客对高价位的新房兴趣缺，导致 A7 如今进退维谷。可以预见，龟山的建商与卖方迟早得面对现实，若长期卖不掉，价格就只能往下调，别无他法。近期市场已传出龟山有新案释出前所未见的优惠价，等同变相降价求售，让先前高价买入的投资客叫苦连天。然而市场的力量终究大过一切，人为称势难以长久。如果未来整体房市下行压力加剧，龟山 A7 级可能引爆降价潮，先是优惠，再来明降，甚至不排除出现个案腰斩式的大崩盘。毕竟供给在那里，卖不掉的房子最终总要找到主人，而找到主人的前提就是降到主人愿意出手的价格。对龟山而言，也许那个价格区间远比现在的市价要低得多。看完以上排行榜，我们不禁要问，这10大高风险区域是不是就注定要房价崩盘？会不会有什么转机出现，让泡沫得以软着陆而非硬着陆？事实上，房地产的走势受到多重因素影响，很难断言哪里一定崩盘。然而可以确定的是，供需关系如同地心引力，迟早发挥作用。在这些行政区，供给明显大于需求就是不争的事实，差别只是在于价格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做出调整。或许在景气仍算稳定的情况下，
开发商会选择观望，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降价，形成所谓硬撑。但是一旦经济环境恶化，或是政府祭出更严厉的房市政策，硬撑的均衡将被打破，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急速的价格修正。这种时候，最脆弱的环节往往率先断裂，例如本榜单中的那些高供给的新兴重划区，以及投资客占比高的区域。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也看到类似剧本。2014年前后，上一波房市高峰时期，新北淡海、新市镇、淡水区的一部分曾经累积大量空屋，房价后来经历多年盘整甚至下滑，直到最近才略有起色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林口、三峡等地不少投资客断头出售，价格一度大跌30%以上，让利自住买家。这些案例显示，泡沫并非不可破灭，只是需要触发它的契机。而现在看着龟山、北屯、青埔门庞大的空屋存量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巨大的肥皂泡漂浮在半空中，五光十色，但内里空洞。一阵风吹来，肥皂泡可能只是轻轻晃了晃，暂时没破，可再来一阵更强的风，它们就可能怦然碎裂，化为一地水花。对年轻世代或无壳蜗牛而言，这或许是期待已久的机会。房价下跌，终于让他们有机会负担得起房子。然而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大量财富缩水也可能引发经济震荡，甚至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。我们不禁思考，当每10户就有1户空屋，当全台1年盖的新房远超出生的人口，这样的发展模式究竟能持续多久？台湾的人口已经进入负成长，老龄化严重，未来对住房的刚性需求恐怕只减不增。如果继续无节制的新建住宅，只会制造更多纸上富贵的虚假繁荣。房子盖了没人住，不但是资源浪费，也是对年轻人生育意愿的一种打击。许多人生不起小孩，不就是因为房贷压力沉重，居住成本高企吗？幸运的是，政府和市场如今都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，苗头。近年来陆续推出的打炒房措施、囤房税、实价登录、透明化等等，都是希望能将投机热降温，让房市回归居住本质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多方努力下，房市不至于像80年代末日本泡沫那样轰然崩解，而更可能以温和盘整的方式消化泡沫。但在这过程中，上述10大行政区的持有者们恐怕要绷紧神经，做好心理准备。对他们而言，也许未来几年日子不好过，房子卖不掉，租不出去，资金压在那里，看的不是增值喜悦，而是每日忧心贬值风险。然而从长远看，价格回归合理，让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买得起，这才是一个市场健康的新开始。总而言之，全台房价崩盘几率最高的10个行政区各有各的成因，有的是新开发区炒作过头，有的是老城翻新供给过剩，也有核心区因短期大量推案而消化不良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当前房市的一道风景。繁荣表面的背后，暗潮汹涌。也许这些地方的房价不会同一时间用同一种方式下跌，但大浪退去时，谁在裸泳便会昭然若揭。对一般民众来说，现阶段置产更需要提高警觉，审慎选择。如果你看中了上述这些高风险区的房子，千万记得多留意实际供需状况，搞清楚房子的空置率、社区入住率，还有周边未来几年的推案量。毕竟买房不是买别的，是关乎一辈子的重大决策。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更健全的房市，让居者有其屋，让炒房获利归零。或许多年以后回顾今天，我们会发现这场供给过剩的风暴最终换来的是平稳降落，而非坠机事故。但在尘埃落定之前，这份崩盘风险排行榜无疑是给所有人敲响的一记警钟，提醒我们繁荣之下潜藏的危机，也让我们有机会未雨绸缪，调整航向。房地产的游戏从来不是只涨不跌的单行道，正所谓月盈则亏，物极必反。如今那些高挂半空的房市泡沫，最终将以何种姿态回到地面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